来人，传兰姑娘家人。好了，不必传了，也不必问了。兰姑娘不是说她正在与家人相会吗？那她一定是跟她的家人串通好了，说这镯子是她义父送的。问她还有什么必要啊？行了，镯子的事儿先搁下吧。不过有句话我还是要问你，兰姑娘，你怀的是皇上的血脉吗？当着这么多的本家王爷还有御前大臣的面，我也不怕家丑外扬。皇上大婚至今，只得了一个格格，这么多的嫔妃、宫女儿受到皇上的宠幸都没有喜，而你只得皇上一夜宠幸，就暗结珠胎。这事儿我信，这些本家王爷、御前大臣们也不信呢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太傅爷所言极是。皇上，毫无疑问，这个兰姑娘怀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血脉，而是在她进宫以前就已经有了身孕了。她是想借着皇上一夜宠幸之际，以怀孕有子邀功，瞒天过海。奴才刘福给万岁爷请安，给太佛爷请安。刘福啊，奴才在。安宫监说你能做人证，今儿我倒要听听你这人证怎么个做法啊？安宫监，奴才在。你可以问话了吗？谢太佛爷。刘总管，调查园中死婴走影一事的时候，咱们俩人在一块儿，您还记得吗？有这么回事儿？那好，那天动刑之前，您让牙婆验过了兰姑娘和灵美姑娘的身子，有这么回事吧？啊，有这回事。是。那刘总管，就请您当着皇上、太佛爷、各位本家王爷还有御前大臣的面，把那天牙婆验身的结果跟大伙儿说说。回皇上。太傅爷，今天这事儿别提了。太傅爷，皇上要封兰姑娘为贵人。封兰姑娘，下册子了？正是。刚才皇上把微臣叫了去，下了手谕。这事儿，宗人府不能不办。他凭什么册封这兰姑娘？啊，后宫的事儿由我主管，你们也不问问我就下册子。这惠亲王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我算是看透了。这园子里啊有人犯糊涂，这宫里呢就有人跟着糊涂。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你作为宗人府的副宗令，就应该阻拦着他们，不要让他们下册子。太傅爷息怒，宗人府知道您跟皇上有个约定，凡属宫女册封，一定要等怀有身孕，经太医院检查以后才能册封。如今兰姑娘怀有皇上子嗣之事已成事实，况且皇上又下了手谕。如果不封的话，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啊。所以我想，你想什么呀？你别想，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。不是说怀了身孕才能下册子吗？那好，今儿我不走了，我住这儿。难道太傅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传旨房，说我今儿住这儿了。太高兴了，朕今天是太高兴了。今天正大光明殿上，皇娘那通话把朕吓得一身的冷汗，太惊险了。不过现在全都过去了，哈哈。想想刘福那样，把皇娘吓得脸色发白。我听说皇娘在离开正大光明殿的时候，狠狠地打了刘福一嘴巴。刘福自己也跪在回廊上，使劲地抽自己大嘴巴，啪啪啪啪，太痛快了，太解恨了。哎呀，如果朕要在他们身边的话，朕也会补上2巴掌，对，再踢2脚，我就踢，方解朕的心头之怒。兰儿，
兰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。皇上，奴婢以为，刚刚是奴婢与皇上生死攸关的时刻，眼见着奴婢就会被乱棍打死。太佛爷不过前脚刚走，皇上这会儿就可以像儿戏一般的说笑了。我想问问，朝廷是不是就是这样，毫无人情，毫无人性？我真是不明白，太佛爷她也是女人，她明知皇上至今都没有儿子，明知众多的嫔妃都不能替皇上生下孩子，为什么现在一个清白一身的宫女，终于替皇上怀上子嗣了，她却这样不通人情，当着下官、百臣之面，把奴婢和皇上男欢女爱之事都公诸于众。皇上是觉得无所谓吗？可奴婢以为，丢尽了人，现尽了眼。如果真像太佛爷所说，奴婢被乱棍打死了，就在他们嘀嘀咕咕之间呀，2条人命就这样白白的葬送了，那皇上，你还会这样站在这儿，这样笑得出来吗？早知道，朝廷上下，包括皇上在内，都是可以胡乱猜疑、草菅人命、杀人都不眨眼的。那当初万岁爷招幸的时候，奴婢就应该奋力反抗，死不就范，更不要怀上什么孩子。至少现在不会落下这么一个朝不保夕、担惊受怕的下场。算了，奴婢不想多说了。皇上，奴婢告退。兰儿，今天晚上就留在寝宫吧，陪朕同床共枕。皇上，为了奴婢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望皇上能守身禁欲。一旦伤害了胎儿，不仅仅是我兰儿一个人的痛苦，更是大清国列祖列宗的痛苦。皇上如果实在睡不着，不妨想想兰儿这番话。怎么了？要不要给您倒杯热茶？不用了，这会儿喝茶，晚上我该睡不着了。我想起来了，白天我不是从外拆房
拿过来一坛子腌泡菜嘛，你帮我抱过来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算了，我自己拿吧，你歇着去吧。是。志同让我告诉你，他说你是为了救他才进园子里当差的，所有的错都是他的。他跟我说，他愿意等着你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8年，他都会等着你的。干娘，你刚才所说的，真的是兰儿的意思？是啊，他嘱咐我一定要转告你，他是怕误了你的终身呐。宫女当差，也总有个时限吧？我想，最多不过就几年的光景吧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万一他进去不是3年5年怎么办？万一他进宫以后身不由己，再也出不来怎么办？如果真是那样，不光兰儿对不住你，我这当娘的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志同，虽说你不是我的亲儿子，可娘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也是娘心上的一块肉啊！我不能因为兰儿进了宫，再耽误了你的终身。志同，你们家是独子单传，俗话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还是再找一个好姑娘娶了算了啊！要不然，就照兰儿说的，让她妹妹替她嫁给你。干娘，我跟兰儿可是青梅竹马，在她未进宫之前，我们虽未海誓山盟，但却也说过今生今世不离不弃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一定会等到兰儿出宫的那一天。志同，你听我说。干娘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志同主意已定，今生今世非兰儿不娶。志同的真心，苍天可见。兰儿，兰儿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进园子当差的。我柳志同对天发誓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要等到你出园子那天。你听见了吗？兰儿，兰儿。
痛。志同，志同哥。是，快！启禀万岁爷，蓝姑娘她……蓝姑娘是怎么了？蓝姑娘她……万岁爷，皇上，外面下着雨呢，你还没有穿衣服。皇上，兰儿，你怎么了？穿太医。啊，穿太医，穿太医！兰儿，你怎么了？兰儿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！你还怀着朕的子嗣呢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兰儿。启禀万岁爷，讲。启禀万岁爷，蓝姑娘她怎么了？快说呀！蓝姑娘她小产了。小产了？你们这帮奴才是怎么伺候的？太医，你前天不是还帮兰儿把脉了吗？你不是跟朕说兰儿的身体健康，母子平安，一切很好吗？怎么会小产了呢？奴才回万岁爷话，当日把脉，脉象的确如此。今日兰姑娘小产之事，我想事出有因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有诈！这是九州清晏，朕的寝宫，你说能有什么诈？万岁爷赎罪。奴才以为弄不好一定是兰姑娘吃了些不该吃的东西，或者其他孕妇禁忌之物。禁忌之物？禁忌之物？我问你们，晚上兰姑娘吃了些什么？奴婢启禀万岁爷，蓝姑娘她什么都没吃，只是觉得恶心，吃了一口她家里拿来的泡菜腌黄瓜。怎么可能让兰姑
姑娘小产呢？启禀万岁爷，说，微臣想看看这个包。看吧。启禀万岁爷，这香包里有麝香。什么意思？启禀万岁爷，麝香乃大良之物，是孕妇之大忌，一旦闻了，10有8九是会小产的。即使是即将足月的胎儿，一旦孕妇闻了麝香，也会造成畸形。这麝香是谁放在兰儿床边的？啊！今天你们给我说清楚，如果说不清楚，我全给你们斩了！奴才实在不知道香郎怎么在兰姑娘的床边。万岁饶命啊！万岁饶命啊！万岁饶命！拉出去，全给我砍了！万岁饶命！万岁饶命！皇上，皇上，兰儿，你醒了。不要怪罪他们。我知道，这个香袋是谁放在这儿的。你告诉朕，是谁把这个香袋放在你这儿的？朕一定会杀了他。皇上顶多能杀这些无辜的人，真正的罪魁祸首，您是杀不了的。兰儿，你就告诉朕吧。皇上，还记得那个小玉吗？小玉。原来皇额娘让小玉来给你做什么阻挡，都是为了到这儿来找机会。对，皇上说对了。一开始，我闻了那个香袋，就觉得身上不适。可小玉还再三地叮嘱我，睡前要多闻几次。我哪知道里面会是麝香。现在好了，他们终于得逞了。启禀万岁爷，启禀兰姑娘，这就是姑娘身上掉下来的骨肉。给我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免你们不死，下去。谢王爷不言不传的，谢谢兰姑娘。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们竟然这么丧尽天良，这么弱小的生命，他们都不放过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看看呀，这就是我们的孩子，这就是你的儿子呀。
的皇额娘，对他做皇上养子的关心，这就是你的皇额娘对奴婢怀着大清国子嗣的关怀。知道你委屈，你有什么委屈，你就说出来吧。如果当初你皇额娘让小玉去园子伺候我的时候，你能够一口回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。一个大清国堂堂的皇上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。我没法对你的孩子去解释，你和他解释，你和他解释去啊！来人，把玉儿带过来，朕要拿她祭天。启禀皇上，太傅也知道了，造成兰姑娘流产之事，是玉儿带麝香进去的，所以已命奴才将玉儿处死。她的尸体就在总管之房。快传太医！皇上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就是一阵儿。哎，别起来。现在，朕觉着清醒多了。兰儿，朕想过了，你去收拾一下，后天一早，朕要带你去见太佛爷，让他答应你册封的事儿。那万一太妃不同意呢？如果他不同意，那朕这个大清国的皇帝也就白当了。到时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兰儿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不该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不是一般的为母不仁、为父不义，按律当诛九族。可是她是先皇的贵妃，是朕的长辈，朕拿她也没什么好办法。朕明明知道她要害朕的女人，害朕的孩子，可是朕也只能是
揣着明白说糊涂。皇娘对付朕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看来，如果朕要想保住王位，兰，就只能靠你给朕生个儿子了。对了，兰儿，你看，朕今天的这个主意妥不妥当？啊？什么？就是后天一早，朕带你去面见太佛爷，让皇娘亲自册封你一事。回皇上话，奴婢毕竟是怀过皇上子嗣的女人，如果不册封的话，和园中、宫里那些宫女啊、太监呀，就没两样了，都是奴才了。奴婢算是看透了，在园子里，无名无分，就等于无权无势，也就只能任人宰割。皇上既然说要保护我，那就必须确立奴婢在他们眼中的地位，所以册封的事必须坚持。奴才安德心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后天一早，朕要带兰儿去慈宁宫给皇娘请安，你去速备些礼品。册封兰贵人一事事关重大，一定要让皇娘高兴，所以礼品上你要多下些功夫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启禀万岁爷，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这册封兰贵人的事儿，万岁爷是不是稍微着急了点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太佛爷对兰姑娘有喜，早就恨之入骨。现在这孩子没了，奴才以为太佛爷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兰姑娘有所动作。如果这时候就急着提什么册封的事儿，奴才怕再跟太佛爷结怨，所以奴才以为这一次最好皇上一个人先到慈宁宫请安，探探太佛爷的口风，然后再……朕已经册封了兰儿，宗人府也下了册子，难道你想让朕收回手谕，册封作废不成？朕主意已定，不要再说了。奴才遵旨。启禀皇上，是否明天就启程回宫？废话，明日不走，后天一早怎么在慈宁宫叩头啊？你糊涂了？回皇上话，奴才的意思是，回到宫里，这兰姑娘住在哪儿啊？兰姑娘现在尚未册封，宫里没她住的地方。这倒也是啊。算了，兰姑娘明晚就同朕一起住在养心殿。启禀皇上，这可万万不可。为什么？怎么事儿一到朕这儿总是不可不可？奴才不敢，万岁爷息怒。奴才只是想提醒万岁爷，兰姑娘刚刚小产，身体虚弱，奴才怕她受不了再大的伤害。奴才这完全是为兰姑娘和万岁爷着想啊！这都哪年的皇历了？先皇乾隆爷整天跟后宫的女人待在养心殿，还喝酒唱曲呢。有哪个人敢说个不字儿？怎么一到朕这儿什么都不行了？兰姑娘进宫没地方住，跟朕在养心殿住一夜，都要被你们嚼舌头说三道四。启禀皇上，按照祖宗规矩，除了皇后之外，后宫的任何嫔妃贵人，无论白天黑夜，都不得待在养心殿，以避免后宫参政之嫌。万岁爷想让兰姑娘在养心殿过夜，这可就是犯了大忌。要是让太佛爷抓住了把柄，恐怕又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因此，奴才以为……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朕主意已定，兰儿随朕只住一晚，早上叩了头，下午就回园子，不会有事的。进园子的时间虽然短，但兰儿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要想在这个偌大的皇家园林里保护住自己，只有拿到册封的名分，也就是像他说的，只有有权有势才可能不被欺负。原本他并没有意识到，在自己的潜质当中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和统治欲。而由于进园以来屡遭磨难与皮肉之苦，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地扎根在了他的心里。
兰儿心里暗暗发誓：既然做了皇帝的女人，那么她一定要拥有一切，一定要成为人上人，即使皇上也要敬他3分。凤在前，龙在后，凤在上，龙在下的想法，已在他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。他自语，自己有足够的心计勇气战胜任何对手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儿平身。儿臣谢过皇额娘。奴婢给太佛爷请万安，给皇后主子请大安。哟，瞧瞧，这身衣裳可真是漂亮啊！哼，怪不得皇上这么急着要册封呢。我看看，嘿，还真是一个漂亮丫头，哪儿都好。你还别说，穿上这身衣裳，还真像宫里的贵人呢。只是这头上戴了朵兰花，可又回到乡野村姑的样了，抬不上桌面。你们说呢？这樊爵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触犯了宫中大忌。我告诉你，在我没同意之前，册封之事就不成立。你还不是贵人，你现在就穿上这贵人的衣裳算什么呀？难道你想在这些皇后嫔妃面前故意给我难堪吗？回太佛爷话，奴婢不敢。实在是奴婢不懂宫中规矩，宫女给奴婢穿了什么，奴婢也就穿了。而且这套衣服是皇上，啊不，是万岁爷亲自为奴婢选的。万岁爷同意奴婢穿，奴婢想，应该就不算犯了宫中大忌吧。哼，哈，好一口伶牙俐齿！你瞧瞧我这刚说了一句，你就这一大堆的，一股脑的都推到我皇儿身上。行了，穿了衣裳也就罢了，咱不提这事儿了啊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从圆明园过来，住哪儿了？回太佛爷话，宫中奴婢是第一次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实在不知，只是听万岁爷讲过一句，好像是养心殿。你知道我们大清国的组织规矩吗？皇额娘，兰姑娘现在还没有名分呢，她在宫中没有住的地方，是儿臣自作了主张，让她陪儿臣在养心殿暂住了一晚。暂住一晚。我想今天在这儿的人都明白，养心殿那是皇上专门处理政务的地方。除了皇后以外，
任何后宫的嫔妃贵人，白天黑夜都禁止出入的。兰姑娘，你现在还是一个宫女，居然敢在养心殿住了1个晚上，这不明摆着拿我大清的礼法于不顾吗？安德兴，奴才在。你这九州清念的宫监首领是怎么当的？难道你拿这些后宫嫔妃随便出入养心殿当儿戏吗？你活得是不是不耐烦了？太佛爷息怒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奴才一时疏忽忘了提醒，还请太佛爷恕罪，奴才替兰姑娘给您叩头了。皇额娘，儿臣已经下了手谕，册封兰儿为贵人了。儿臣想，宗人府的册子恐怕已经在您的……这不是还没磕头呢吗？没磕头，就不能算作正式册封。即使是正式册封了，他也不过是个贵人。难道贵人就可以在养心殿留宿吗？我想连皇后也没这资格吧。儿臣错了，请皇额娘海涵。既然你执意要册封这个兰姑娘，我也不拦着你，免得让你觉着我要坏你什么大事儿似的。不过她坏了祖宗规矩，我应当处罚她吧？皇上，你没意见吧？皇额娘，由于时间匆忙，儿臣来不及安排兰儿，是儿臣让她在养心殿陪儿臣过了一夜。如果有错，错在儿臣，儿臣甘愿受罚。你倒挺护着她的。皇额娘，儿臣知错了。好吧，既然皇上都开口了，那我就得给这面子。儿臣谢过皇额娘。兰姑娘啊，按照祖宗的规矩，白天进入养心殿的嫔妃是要被乱棍打死。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念你是初犯，就从轻罚落了，死罪就免了，可是活罪难逃，是吧？来人呐，拉出去打40大板。启禀太佛爷，此事是奴才安排不当，要罚您就罚奴才吧。兰姑娘初进宫中，不懂规矩礼法，再则兰姑娘刚刚小产，身体虚弱，绝不可动此大刑。奴才甘愿替兰姑娘受此40大板，还请太佛爷开恩，饶过兰姑娘。住口！安德兴，你以为我完了？我没完。前2天刚提了你正6品，你嘴上说的好听，感恩戴德的，谢过太佛爷恩典，谢过太佛爷恩典。可是你骨子里面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啊！启禀太佛爷，奴婢犯的错，奴婢愿一人承担，甘愿受家法处置。只是奴婢想知道，有关册封之事，今日是否还成立？册封？磕过头就算正式册封的，哪儿那么容易呀？皇额娘，册封仪式可以暂缓在议，请皇额娘开恩，收回成命，万不可家法处置啊！启禀太佛爷，你干嘛？这儿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贵为皇后，难道你也要给她求情吗？回禀太佛爷，正是。我全听清楚了，兰姑娘初来乍到，不懂宫中规矩礼法。刚才您的训斥，我想她一定会牢记在心，绝不会有再犯。兰姑娘刚刚小产，动此大刑恐怕伤内，恳请太佛爷开恩，饶过兰姑娘。太佛爷开恩，饶过兰姑娘。哎呀，好了，既然你们都给他求情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那就按皇上说的，册封的事儿先暂缓吧。皇上，给宗人府下一个手谕，暂缓。你觉得这事儿处理的算圆满吗？儿臣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跪安吧。
兰儿的册封不能改，先将她接到圆绵的天地一家春，一切按照贵人的名分安排妥当。好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那天皇上都答应我了，册封之事暂缓在议，怎么突然这就又变卦了？也怪我心慈手软。那天他住养心殿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行家法，乱棍将他打死。现在也就没有什么册封不册封的事儿。太佛爷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少绕圈子，说。谢太佛爷。微臣心里边一直在琢磨一件事。既然皇上执意要封他，我想太佛爷还是应了皇上，您就做个顺水人情也无大碍啊。不成，他封他的，我撤我的，反正我不能让这个叫兰儿的姑娘住进我皇宫大内。太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同意册封兰姑娘为贵人，随了皇上的心愿，同时在遗旨中给她立个规矩。立个规矩？哼，先前皇上跟我立的规矩多了，他听吗？太佛爷，先前所立的规矩乃是口说无凭之举，而现在不是，白纸黑字，不怕到时候皇上不遵守。那你倒说说看，怎么个立法啊？太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以后宫主管身份下一道遗旨，就说以皇上子嗣为大作为理由，饶了兰儿私留养心殿之过，正式册封，将功补过。如果兰儿1年内怀有皇上子嗣的话，就加封贵妃；相反，1年内没有身孕，立即册封。哎呀，这主意听着好像还不错哈。可是那兰姑娘要真是在这1年之内怀上了呢？太佛爷，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。为什么？您下令将兰儿送至宜妃宫当差，皇上是忧心疑虑，大病一场。这宫中众多太医均为皇上看过病历，微臣在太医那儿连蒙带唬的，总算得到了点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皇上下身有病，根本就不能生儿育女。不会吧？这事儿不大可能吧？不是先前那个兰儿姑娘不是怀上过吗？那是过去，现在想都别想。太医说了，皇上身上这个病啊，属于疑难杂症。哦，哎呦，那可一定得拿到皇上得了这种病的证据，最好是太医院的医生开的处方。太医给皇上看病，都是当着皇上的面开的处方，另差人拿着处方去抓药，抓完药以后，这个方子必须交给皇上自己保管。恐怕想拿到处方很难呐。哎呀，就是因为难，才让你想办法嘛。一旦拿到了处方，证明皇上下身确实有病，那就是证据，不怕他不立大个。太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正式下遗旨，册封兰姑娘为贵人。此举一出，皇上自然就不会多想。到那个时候，微臣办起事来就更加容易。老七啊，你真是个鬼东西。兰主子，大喜了，大喜了！有什么可喜的？太婆爷懿旨到，兰贵人接旨。兰贵人接旨。奴婢接旨。后六宫主事皇考康慈皇太佛爷懿旨，念皇上子嗣为大之由，免去兰儿私留养心殿之过，正式册封贵人名分，将功补过。兰贵人如1年内怀上皇家骨肉，加封贵妃；反则1年内如无怀身孕，
贵人名分立即册封，贬入宜妃宫。谢太佛爷恩典。兰贵人，奴才刘福先给您道个喜，您瞧瞧，这是太佛爷让刘福送过来的礼物。谢谢太佛爷，谢谢大总管。大总管，这是……哦，兰贵人，原先在园子里头，奴才多有得罪，请您海涵。往后您要是说有用得着奴才的地方，您就原一声啊，不是，您就说一声，奴才一定效犬马之劳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奴才刘福给您磕头了。这是做什么呀？以前的事儿啊，不怨你，那不是公务吗？算我倒霉，遇见了死孩子走眼的事儿。哎呦，快起来吧！哎，奴才刘福，谢兰贵人。我不会怨恨您的，日后还要靠着大总管多多照应呢。奴才不敢。我是新来的，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将来有什么事儿，您就多多指点吧。奴才一定尽心尽力，效忠兰贵人。兰贵人，那奴才就先退下了。嗯。兰儿，看一看，有什么讲究吗？此香非花香，皇上莫非是刻了奴婢的名字？你一眼就看出来了？这圆戳，暗喻的就是园子，园子里嘛，不是花香就是草香。兰花是草香中的极品，正好又与奴婢的名字相合，所以奴婢猜，皇上刻的就是奴婢的名字。兰儿，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美人儿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全对。朕刻这枚图章正是此意，朕要把它送给你，作为你册封兰贵人的礼物。谢皇上恩典。兰儿，这下好了，皇额娘同意册封，你现在是贵人了，再也不是什么奴才。今天可是你的大喜的日子，朕都为你高兴。兰儿，你怎么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啊？一般的宫女和下人，她们得到了册封和名分，她们高兴的嘴都合不拢呢。你怎么脸上都没有笑意，看起来还有些心事重重的？皇上，奴婢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尽管讲，你跟朕之间不存在不当讲的话。皇上，太佛爷在遗旨中规定了奴婢怀孕的期限，按理这是不合祖宗规矩的。难道皇上没有察觉出他是有意要难为奴婢吗？不出1年，你一定能怀上。皇上，要是1年半载，奴婢是说，万一1年半载的奴婢没有怀上，那眼前这一切不是……放心，你一定能怀上朕的骨肉，朕可都指望着你呢。奴婢谢皇上恩宠，但凡事总有个万一啊！万一奴婢没有怀上，那眼前这一切就成了南柯一梦了。等到梦醒的时候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皇上，
兰儿，你不必胡思乱想了。就在朕在大街上碰见你的那一天，朕微服出宫去白云观，道长给朕求签算了一卦，道长说朕命中有一子，而能给朕生这个儿子的女子名字当中有一个兰字，这说的不就是你吗？而且朕把你招幸办寝只是一夜，你就怀上了朕的子嗣，这说明你的确就是那个能给朕生儿子的女子。这是天意啊，天意不可违。朕以为不出1年，你一定能给朕生一个龙子。奴婢谢皇上吉言。兰儿，坐吧。兰儿，你看，从奴才变成主子，原来就是这么容易。太佛爷一道懿旨，兰儿从此有名有分。但他心里明白，这名分如同福海上飘动的薄雾，太阳一出，风吹雾散，一切也就全都不存在了。要想保住自己的名分，他只有怀上皇上的子嗣，才能从此站稳脚跟。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，回园之后，皇上尽管赵姓办寝，但终未与皇上共赴阳台，未能完成男欢女爱之举。他不清楚皇上到底有什么毛病。舅妈，您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是送给您的寿礼。哎呦，荣禄，这可太破费了啊！舅妈这儿是小门小户的，你送这么贵重的礼干嘛呀？舅妈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也是我阿玛和额娘的意思。他们等您生日那天再来跟您祝寿，让我先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了。可我跟你说啊，这么贵重的礼，我一点都不能收。来，先喝点茶啊。谢舅妈。喝茶。舅妈，咱们都是亲戚。再说，我阿玛和额娘早就想为您祝寿，这礼物啊，您一定要收下。哎呀，不成。另外，兰儿妹妹大喜，可喜可贺，更应该送贺礼才是啊。你说什么？兰儿大喜？怎么，舅妈您还不知道啊？哎呦，不知道。你看，自从上次见了兰儿以后啊，她就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说这人一进宫，怎么连家都不能回了？真是。哎，你说兰儿大喜，这喜从何来呀？兰儿妹妹啊，已被册封为贵人，是皇上的人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舅妈您还蒙在鼓里？哎呦，真有这么回事啊！兰儿她册封贵人，成了皇上的人了。我是宫中禁军侍卫，整天在宫里当差，亲耳听李公公说的，错不了。舅妈，您以后可就是皇上的亲家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事儿，哎呦，怪不得上回兰儿跟我说她回不了家了呢。她留在宫里伺候皇上，皇宫便是她的家，她当然回不来了。哎呀，是啊。有多少满人女子想成为皇上的人，但是真正有这个福分的可不多。所以舅妈，我给您道大喜了。哎呦，同喜呀！哎呀，你看兰儿她阿玛死得早，要是她在天有灵，知道我们兰儿这么有出息，那该多高兴啊！这，哎呦，梅儿，姐姐当贵人了，成了皇上的人了。我姐姐她成了贵人了。额娘，那咱们成了皇上的亲戚了，太好了。荣禄，你先在这坐会儿啊，坐会儿，